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今天呢，和你们介绍的是来自于 CCS Toys 出品的红莲罗岩。红莲罗岩作为天元突破中的主角机，它其实还有其他几个中文译名，比如说红莲罗眼或者是古莲拉根啊。但是我的话呢，还是会更习惯称之为红莲罗岩。那么天元突破呢，作为一个有一定年头的热血动漫，它的影响力呢还是非常之广泛的。即便你没有看过啊，但是呢剧中的一些经典台词，比如说钻头是男人的浪漫，我的钻头是可以突破天际的，这样子的台词你应该是听过的啊，足可见这部动漫的影响力之广了。同时呢，虽然说相关的玩具周边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层出不穷，但是定位高端的合金成品呢，却一直是缺失的。所以说，作为国内的魔玩厂商 ，CCS Toys 能够推出这款红莲罗岩的合金成品，我个人呢还是很高兴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呢，他这次还拿到了日本那边的官方授权。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在相对来说比较高昂的售价之下，它的素质能否对得起它的定价呢？话不多说，让今天的节目马上开始吧。最近呢，视频更新的比较慢啊，我感到实在是过意不去，所以说呢，这里我会抽一盒同款的 CCS 天元突破作为奖品送给大家。那么抽奖方式呢，在片尾，想要的话呢，记得把视频看好哦。同时，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也请点赞、收藏、投币3连支持一波，感谢啦。从包装盒里取出的本体呢，还需要额外安装上一些配件，比如说头顶的天线和胸口的墨镜。另外呢，两边肩膀处的这个像护盾一样的组件，也要通过内部的球形关节给它一一的安装到位。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给它安装上后裙甲的零件。OK， 那么到这里呢，红莲罗眼的主体啊就全部组装完成了。在没有搭载任何外挂武装的形态之下呢，这个主体的重量就达到了728克左右，那足可见本体的合金含量呢还是挺高的，拿上手呢也是具有着不错的手感的。这款产品主体的高度呢大约是23厘米左右，所以说会比万代 MB 系列的高达呢要略高一头，但是呢比起我们经常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的 HD 钢铁侠来说呢，还是要矮了不少。但总归来说呢，这个尺寸拿在手上啊，不管是观赏还是把玩呢，我觉得都是比较合适的。红莲罗岩在动画中呢是由红莲和罗岩这两款颜面通过硬核的方式组合而成的。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这款 CCS 红莲罗岩的主体呢，其实是进行了很多二次设定加魔改的。那相较于原作中偏向直筒型的四肢造型， CCS 的版本在外观上更侧重于肌肉感的表达，所以造型上呢看起来会更具力量感。同时装甲表面呢也有着极为丰富的碎甲细节以及精致的色差分色涂装，所以从外观上看起来，这款红莲罗岩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细节完全经得起推销。而在涂装方面呢，黑色部分是消光的，再搭配上装甲上的一些枪铁色漆面，质感很到位。而主体的红色方面是采用了大红色、深红色和暗红色3种不同的金属漆面相搭配，这种小色差分色涂装所营造出来的丰富视觉效果可谓是相当赞，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何这种涂装风格会在如今的高端合金成品玩具上越来越常见了。只不过这里的金属红色呢，并不是烤漆般的质感，而是带有一点点金属颗粒的效果，喜不喜欢就因人而异了，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啊。接着我们来看看一些我觉得值得一讲的细节啊。首先头部呢，相较于身体其他部位来说，在造型上还是比较忠于原设定的，面部的细节涂装也基本没有出界的现象啊。不过我倒是觉得眼睛有点大，要是眼神能再凶狠一点就更好了。面部呢可以从头盔中拆卸出来，然后呢更换上对应的替换零件。这款红莲罗岩呢，一共可以再现普通、愤怒和呐喊3种不同的面部表情。胸部方面，墨镜拆卸下之后呢，正面会有一个孔洞，这里可以替换上对应的零件来实现外观造型上的零破绽。胸部颜面的眼睛是有2种金色分色涂装的，当然我觉得这里如果能渗个线，然后再给个可动眼球机构的话，可能会更好。活动腰部呢，就可以张开下方的嘴巴，可以看到内部的细节刻画也很精致，而且这个部位的联动机构实在是太棒了。
肩部像护盾一样的组件，表面大红连团的标志印刷还是比较清晰的，同时在内部呢也有着不错的细节刻画与金属色涂装。但这里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金色部分采用了合金零件，虽然手感还不错哈，可是压住合金零件的表面不够光滑，仔细看呢会有橘皮的现象存在。其实不光是这里啊，在小臂部分的金色装甲、腰部侧面的金色裙甲以及脚踝前方的金色护甲处，都因为采用了金属零件而有着类似的情况出现。其实我觉得，要么你把合金零件表面打磨光滑再喷涂，要么就直接用塑料零件。可惜厂家并未这么做，所以呢，现在这些金色装甲表面的细节表现真的很拉胯，可以说是这款产品外观上最大的败笔了。当然了，本品还是有着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裙甲内侧这种平时不太容易被看到的部位，也有机械细节刻画和金属色喷涂，感觉还是挺有诚意的。另外呢，在脚掌方面也是采用了大块合金零件制成，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大大增加了站立时的稳定性。那顺带一提啊，小腿肚上呢加入了一个原创的喷口细节啊，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改动的。当然，如果你是动画设定党呢，也许就不太能接受了。但话又说回来 ，CCS 这款红莲罗颜的卖点本来就是2次设定过后的魔改造型，所以如果你追求还原动画的话呢，那么这款产品应该不太适合你。下面来看一下可动性啊，抬头呢和这个低头是双重的关节，幅度可以满足日常把玩需求，360度的转动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臂方面呢，这个转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里面是有一个像是齿轮一样的卡位，只不过这个卡位呢它的那个位点是比较大的，那么它活动的时候呢，这个保持力度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呢，上面这块小的肩胛可以活动，然后侧面呢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进行上下调节角度的，然后肩部的这个护盾组件内部是球形关节嘛，所以也可以自由的转动。那么手臂平举的幅度呢，可以看到最大呢是可以达到接近90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靠近身体的这个关节呢，可以看到它前后是具备一定这个活动角度的，并且呢上下啊这个部分也是有一定活动角度的。另外呢，在这个二头肌部分可以360度的转动，这个呢自然也没有任何问题了。手肘部分呢是一个双重的关节，可以看到弯曲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这个部位啊，它的这个手腕呢是可以进行360度的这个旋转的，同时呢，下方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这种角度调整，手腕呢可以转动，自然是没有问题的。腰身方面呢，可以看到它是能够进行360度转动的，同时呢，向前、向后，包括向左、向右呢也有一定的活动幅度，这个地方呢有联动，之前呢也说过了。裙甲方面呢，首先侧裙甲是可以抬起来的，这边呢是有2段的这个关节，这样就不会影响到腿部的可动性了。前裙甲呢它也能抬起，不过这个抬起的幅度呢是比较一般的。然后后裙甲呢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抬起一定的角度。腿部的侧踢的幅度呢可以看到是可以超过90度的，关节的支撑力度呢这样看啊还可以，但是向前踢呢可以看到这个幅度它是不到90度的，比较可惜。向后的话呢这个幅度啊还是挺不错的。大腿根部关节呢可以转动，然后呢这里面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下拉式的胯关节的，如果有的话呢，可能这个腿部的前踢活动性呢会更好一点吧。膝盖方面呢是双重关节，弯曲的幅度呢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呢可以注意到在弯曲的时候呢，无论是膝盖的护甲还是大腿这边呢，它都会有一点点装甲联动的效果，那这个在活动起来的时候还是很帅的。脚踝部分的护甲呢，前后方面啊，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活动性的，同时呢，脚尖处它有2段式的这个可动关节，然后向后呢，这个地方也有一定的活动性，同时呢，在左右的接地性方面，还可以吧，勉强可以满足日常把玩的需求哈。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脚掌呢和小腿处的这个连接部分，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的直接安插进去的，所以说啊，你也可以把它很轻松的这样拔出来。这样来看，本品虽然算不上超可动，但是勉强的摆出个砸地 pose 呢，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同时呢，在合金骨架方面呢，它并不是金属咬金属的结构，而是采用了合金零件加塑胶零件的设计。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一定程度可以避免玩久了之后出现关节松动的情况。只不过呢，我这款产品虽然下半身关节挺紧的，但是呢，肩膀在平举的时候呢，包括腰部的关节啊，在活动的时候呢，还是会有点松动的情况出现。这个不知道是个例的中奖，还是一个通病了。造型手方面呢，一共是给了4对，除了常见的握拳手和开掌手型之外呢，这次还给了一个手指前方的手型，以及一个握持武器的手型。那因为手掌呢是软胶件，所以说即便金属色涂装很漂亮，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呢，手指的细节还是会有一点点肉啊。同时呢，我其中一个开掌手的手指上居然还出现了飞边的情况。那替换的时候呢，因为手腕内部的连接关节是直的那种插装，所以说安装的手感呢是很顺滑的哈，这点我很喜欢。
在动画中呢，胸口的墨镜是可以拆下变成手持的回旋镖的。在玩具上呢，回旋镖的零件采用了替换件的方式进行再现，不仅尺寸呢要比胸口原本的墨镜要更大一些，同时呢也没有弧度啊，它是这种平的结构。那么通过对应的造型手呢，就可以握持在手上了。下面呢，我们来组装一下这款产品的飞行背包。首先在背包的主体上呢，要插上2大2小4个钻头，然后呢，这个小的机翼也要给它插到背包的主体上，同时呢，在背包的两侧也要安插上2个大的机翼。那么在全部组装完成之后呢，这个飞行背包的造型啊，相较于原作形象来说，还是要硬朗了不少的，并且呢，上面也有很多这种机械的细节，看起来很帅。那么喷口这里呢，跟原作是最大的不同啊，它摒弃了这种球形的结构，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同时呢，在这个背包上面的小翅膀的一些活动机构啊，这款产品呢也是有很好的给你做出来，所以说背包的可动性还是挺好的。那么安插到背面呢，首先是需要抠下红莲罗岩背部的一块遮盖零件，这样子里面的孔洞就露出来了。通过对应的孔洞呢，直接把背包安插到位，那么飞行背包呢就全部组装完成了。组装完成之后呢，可以看到搭载了飞行背包的红莲罗岩啊，这个造型呢瞬间就威武霸气了很多啊！我个人呢平时放在柜子里面，应该也是会以这样子一个造型进行呈现的。顺带一提，当飞行背包连接到背后之后呢，这个地方还可以再拉伸出来，里面有一个双段的关节，可以进行角度的调节。那既然是天元突破，配件中怎么少得了男人的浪漫钻头呢？这款产品附属的一大一小2个手持钻头，那可以注意到呢，表面的这个金属色涂装啊还行，但仔细看的话呢，漆面似乎并不是非常的平整，而且呢，这个螺纹处的细节啊也略微有点肉。同时呢，这个大的钻头在底部啊会比小的钻头拥有更多的细节刻画以及分色涂装。那么安装的方式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将手腕处的整个零件拆下来之后呢，里面会露出对应的卡口，通过这个钻头里面的卡口呢，就可以和这个手臂呢进行一个结合了。小钻头装上去之后呢，总感觉没什么气势，所以说呢，我平时把玩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喜欢给它换上这个大尺寸的钻头。另外呢，这次红莲罗岩的肩部关节经过了特殊设计，所以说呢，在装上大钻头之后呢，保持力度是有一定保障的。但是呢，由于它的肩部关节横向还是比较松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把钻头举起来的话，还是很容易出现不举的情况。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人这么觉得，就这个大尺寸的钻头呢，其实还不够大。如果能够再给一个尺寸更巨大的替换零件的话，那么在展示的时候呢，相信霸气的程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能还原动画中全身伸出钻头的全钻模式。本品一共附属了28个小钻头，它们又分为大、中、小3个尺寸，钻头的接口呢也是不一样的。安装的时候呢，要明确按照说明书指示的颜色去装在对应的位置上，千万不要弄错。而且为什么我说这个全钻模式是本品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因为钻头的安装啊是靠内部的磁铁吸附机构来实现的，所以说拆装呢都非常的方便。那这个部分的设计还真的很不错啊。那么全部安装好之后呢，还需要给头部换上对应的替换天线，再把额外附属的头部小钻头插上去。那么到这里呢，这款红莲罗岩的全钻模式就组装完成了。虽然这个状态下呢比较扎手，不太适合把玩，但是有一说一啊，帅还是挺帅的。最后要看的配件呢，就是地台了。这个部分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透明黑色的方形底座，上面有对应的烫金字样，类似毛笔书法的印刷效果呢还不错。而在支柱方面呢，附属了一长一短2根金属桩，长的呢是摆腾空姿势使用的，而短的则是正常站立状态下使用的。通过后裙甲内部的接口，就可以把主体安装在地台之上了。虽然支撑力度呢是没什么问题，但这样的支柱设计呢就无法自行调节角度。相比较之下呢，我会更喜欢 MB 样式的地台。OK， 那么到这里呢就看得差不多了，别急着关视频，后面还有抽奖呢。先说说我的把玩感受吧。首先它的优点呢就是包装盒设计的很有诚意，而且造型也挺帅的，合金的手感不错，丰富的配件也大大增强了本品的可玩性。不过相应的部分关节松紧度不一的情况也有出现，而且局部漆面的表现不太平整，也拉低了本品的外观分数。但无论如何，这款产品真的满足了我这么多年来很想要一款超合金天元突破红莲罗岩的愿望，而且它还是有正版授权的，对吧？所以客观上呢，即便存在一些瑕疵，但对于这款玩具呢，我还是爱不释手的。如果你也喜欢天元突破这个作品，而且也能负担得起它的价格的话，那么我还是很推荐入手的。而如果你觉得造型、涂装和品控都不太满意，而且价格上呢也认为实在是有点偏高的话，那么看看视频就好了。毕竟呢，钱在你自己口袋里装着，我的视频呢只是个参考，该不该买，最终还是得由自己来决定啊。
OK， 那么最后呢，做个抽奖福利，送出视频同款 CCS 天元突破红莲裸眼一盒。抽奖方式呢，就是关注我的 B 站账号涛哥测评，稍后呢会发布相关的抽奖动态，到时候呢你们去转发就可以了。同时，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那么也请你看完之后多多点赞，3连支持一波。最后不要忘了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账号，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